们欢迎两位。真的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齐聚在这边哦。跟大家报告，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李连杰大哥定出来的，没有当下的当下才是当下哦。这么特别的主题哦，我首先要请我们的李连杰大哥哦来跟我们谈一谈，他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哦？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好吗？谢谢，因为现在科技的非常发达哈，很多互联网、很多平台跟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分享。我看很多人都在谈，因为这个科技的速度发展太快了，完了，面对未来的世界 AI 呀、等等很多焦虑所以大家都在谈当下，当下，当下。其实我就在思考，当下是哪一个当下？因为我学佛也近30年了，感恩所有的上师们、老师们、法师们的教诲。我觉得佛教有2个段落必须分清楚，对我来讲非常有用。一个就是我们通过佛法来了解我们的星球地球，我们是在一个相对的，或者说是3维的空间里，那它的真相是什么？我们在这个寻找的当下，相对的真相。那还有一个，大家都可能也了解，就是宇宙的真相，或者说实相，还有一个真相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在说这个当下，还是那个当下？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很多人都在探讨当下，当下，当下。我觉得分享一下我对当下不同时段，从年轻的朋友的时候寻找的那个当下，和经过几10年的修行中间的那个当下，到今天理解的那个没有当下的当下，可能经历了不同的感受。谢谢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。当下哦，其实真的就是也是把握当下，恒持刹那哦。今天大家在一起哦，此时此刻能够你跟我平平安安，大家能够平安啊，真的也是一种美好的当下哦。然后能够一个午后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我想请大哥跟我们聊一聊哦。您常常讲说珍惜生命，活好每一天，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分享？我觉得任何一个问题，我要很小心的回答，因为经常容易出错啊。在相对的世界，我们有一种回答的方法，我会有一种回答的方法啊。完了以后，如果我们了解了佛法，了解了后面的真相，可能是另外一种回答的方法。那个方法回答出来就比较对很多人不容易理解啊。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师哥师姐们都非常熟悉佛法，所以可能会了解。在前面，在修行佛法的路上，我们一直在说珍惜当下，珍惜当下，或者说珍惜每一天。其实，在我的理解当中，用佛法最简单的方法讲，其实修行佛法3个阶段，第一个叫出离心，第2个就叫慈悲心，第3个叫证悟空性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3个步骤。那么在出离心的方面，为什么要珍惜呢？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人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所以要珍惜这个生命，人生难得嘛，对吧？我们比起所有海洋的动物，对吧？天空的鸟、细菌，我们人类是非常稀缺的，所以好好珍惜这一次的生命。那在这个珍惜的过程里呢，要寻找到自己对真相的了解。那到底是我们什么是我们需要的，还什么是我想要的，对吧？需要的和想要的可能是不一样的。那经过这一段的思考以后，才会走向人生更有意义的，就是慈悲的这条路上，如何利益自己，如何帮助亲人，帮助身边的人，最后帮系到社区、社会以及整个人类，那人生才会更有意义啊。那当然，这个还不是，这个只是人类的一个好人好事，很善良的人。我觉得佛法最重要的，就是只有佛教才会谈到空性。
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我们为什么成为人？珍惜这一次生命，努力要走到最后，究竟成佛，那才能超越生死，超越轮回，对吧？那个如果不是那个目的，只在路上，那真的三大阿含劫也走不完。所以我是比较贪心，希望一世成佛，非常努力的希望一世，搞清楚，到底生命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阶段，你说我根本不了解佛法，我根本不了解，那好好珍惜生命，起码你的亲人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孩子、你周围的人希望你健康，所以你就了解这个当下也很好，珍惜生命。其实对社会、对他人就是一个善良，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都喜欢。那从那一步开始，一步的去了解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一路深入的去了解当下和生命的价值。谢谢刚才李连杰大哥，我们给他掌声。谢谢。当下跟了解生命的价值哦，我们每一个人为何而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要做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只是扮演一个就是姐姐，扮演一个家人，还是我们为何而来哦？所以能够人生难得，就像刚刚李大哥讲的，佛法难闻。我也比较好奇哦，李大哥从一个闪亮亮的明星，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探索，想要去了解佛法？是因为女儿的关系吗？我当时候好像知道是从女儿开始想要学佛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有时候开玩笑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演员，真的，人生如戏嘛，我们都是演员。完了以后呢，其实活得又快乐又痛苦。我不能说一切都是痛苦。这个我觉得，通过我的人生经验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有快乐，但是只是快乐的时间短，思考、忧郁、压力等等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作为一个演艺工作者、公众人物，当然要快乐。你说那个一点都不快乐，那我骗年轻人，我简直是妄语，对吧？肯定快乐，肯定还很好玩，肯定很兴奋，但是那是一个演戏，因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层演戏，就生命已经是演戏了，每个人都在演，我在演戏里又去演戏，完了还骗别人说这个才是真的啊，这个是，多大还得花钱去看你戏中的戏，其实挺惭愧的。我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演戏呢？就是当你身边一个公众人物、演员，你在别人心目中是通过媒体和他的想象了解的你，所以看到你，我们每一次出了门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出门的时候，一定要说，哎呀，你要出来像个明星，像个黄飞鸿，你的走路、你的姿势很累啊。但是你每个人都说，哎，嗨，最近怎么样 ？Very good， 哎呀，台湾好，兄弟好，姐妹好。完了回到屋里头。就摇头啊！我想去吃台北的吃的，不能去，很多媒体跟着。我想去那儿小吃也不能去。其实演这个很累，平时觉得很自由哈。其实你仔细思考，平时也不那么自由，因为长时间待在家里，没人找你拍戏，没人找你工作，你被社会遗忘的时候，你就想，我是不是又该工作了？你看，我是不是又要去？所以。这面有这面的快乐和痛苦，这面有这面的快乐和痛苦，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纠结，啊！我不知道在位的有没有体会，对吧？我们不管您是做一个企业的管理者，还是一个老师，还是一个佛教徒，还是一个怎么样，出来的时候永远要，你看我们师姐、妹姐今天说我回慈济，我穿得很好，因为要像慈济的衣服，你看，就我们都要演一下，我们是谁，以及社会。这样才认为我是一个慈济人，或者我是一个佛教徒。这个蛮累的，回到家其实也蛮累的，两边都很累。所以我觉得不是经过那么多年努力的修行，后来我发现，不是在于你的角色，作为一个演员和公众人物累，也不是在于你那里很自在的累，关键是你的心有没有反向的去了解。主宰这一切，那个心在哪里？如果那个心
只是意识的80在运作的话，那他一直都会纠结，一直都会痛苦，直到你经过努力，跨越了后面的空性和了解，反观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自在。那个时候的自在来自于，你是公众人物，他也自在；你是他人也自在；你在5星级酒店也自在；你在垃圾站也自在。因为你心自在，不再受外在的困惑、压力，以及不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应当是怎么样，那才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步。要不在路上，我们都要装作我是一个大家心目中的名人，我要装作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我还要扮演着一个好像还蛮有点智慧的人，其实都是很累的。那走完这一趟以后回过来，就不再纠结我是否公众人物，我还是否是普通老百姓。所以这一次来台湾，我很感谢女儿，因为她要来，我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我平时私下最后自我包装的那一刻，就是女儿是我的老师，因为这样呢，我为了陪她，我就去街边。我现在吃了3、4天街边小吃，坐在那儿吃，坐在那儿喝，完全不在意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来了这么多次台湾，从来没试过到那么多街边小店，坐在屋里头，不用那么演，不用那么包装，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生命就是要寻找，通过这个了解生命的真相，完了了解另外一边究竟的真相。那两边了解之后，从理论到体验到体悟以后，才能摆脱所有的包装，不管是这个包装和那个包装，我觉得都要撕掉。不能够说公众人物很累，回家待多了也很累。你问很多退休的人，我都觉得很累，在家里要不就带孙子带孩子，要不就是觉得很有体能、很有力量的时候，结果社会不接受了。那个现在的社会很多困扰，活得自在，就是佛法是有很多的方法，佛陀的84000个方法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。这是我的感受而已啊，谢谢。谢谢，感恩您很宝贵的分享哦，能够看到李连杰大哥的自在。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，就像对，真的，我们好像哎呀，去到那里会害怕，怎么样？应该这样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有活得很自在，活得很开心？有吗？你们有吗？有，他们有点点哦。今天有来听演讲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多数是没有。因为今天有灯光美气氛下听您分享啊，所以心灵愉快，所以很自在。然后坐在那里很自在，因为不用上台。也谢谢女儿啊，真的是美丽的女儿，就是因为想要探索佛法，台湾的佛教，爸爸疼女儿哦，就陪了女儿来了，所以我们就造福了我们哦，很感恩哦，我们也给女儿掌声哦。就是哦，天下父母心哦，就是很疼爱每个孩子，成就每个孩子的梦想哦。讲到梦想哦，其实真的是。我前不久看到李大哥，其实他最近有一部电影哦，因为台湾没有上映，可是在海外有标人风起大漠。其实他演了常贵人，对。然后我看到他为什么会去演那个？今天不是要谈电影哦，是要谈。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想听电影哦，但是我要谈的是，我看到说，为什么他去加入这个演出哦？他要成就别人，成就。更多人去培养更多人哦，所以我想要请李连杰大概来跟我们分享，培养跟成就别人、助人圆梦这件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说是非常重要。我在很多小视频看到说，能够去圆梦，好像听说你的助理曾经说要想要做个导演，然后你就帮他去做电影，您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？就这本书嘛，我在说，我40岁之前就是一个小我跟所有人一样，受到的教育，完了努力为母亲争口光啊，为武术事业传播中国的文化，当然必须有钱，没钱的话，光是
虚的也支撑不了，是吧？所以小我之后有一个大我，大我的时候做公益慈善啊，我也受到了这个慈济啊，我们正言这个上人的这个启发，所以也创立了壹基金，在国内也做了很多。虽然现在最新的数据大约是帮助了自然灾害当中的大约6200万人，也筹到了差不多50亿人民币，帮助社会，也有300多万的志愿者。但是在这个大我中相当痛苦，比做小我更痛苦。因为小我是说我付出了，我得到了名，我付出了，我得到了金钱。你都拿了钱了，你还埋怨什么？是不是？人家很多人说付出了没钱，你付出了还有钱，还很高的人工，那你还埋怨什么？所以小我是付出和得到大约同时的。那做大我的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你想说帮助更多人，虽然你不需要有金钱，但是很多人多想说，起码我是好人吧，你认可我一下，我是个好人，我在做好事吧。但是经常连这个有很多得到认同，但是也很多人说你贪污了，你把钱拿回家了，你这个就很多痛苦，真的这个东西是很多痛苦的，因为你要帮着100万人，你就想帮助500万，帮助500万就帮助5000万，只要有我有目标，就一定有痛苦，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大家，所以小我大我都非常痛苦。那么特别是网络时代啊，还有很多误解，所以有很多委屈。你不但得不到你个人的金钱，你还要得到很多的莫须有的这个罪名，这个是蛮大的一个。那甚至于我为了一个组织，你要去打官司啊，证明你没有错啊，所以我证明过，我打官司12万给了律师，打了一场官司，最后说你诽谤，你诽谤人家壹基金和李连杰，赢了官司。赔了2万，我还亏了10万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拿了那个公示，拿了那个法院的判决书，放在网络上，放在媒体上，没人看，没人了解，没人不想，人就想你贪污，你贪污才有流量，你不贪污没有流量了，是吧？大家没话题了，所以做好人不容易。所以呢，那现在我上次也说过这个。我的老师，我的上师会告诉你说，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其实你换来的也就是一个人天福报，你可能下一次更有名、更有钱，或者做一个神仙而已，跟佛法所讲的你想追求的超越生死没半毛钱关系。所以我才努力的学习无我，去了解空性，去了解这一面。当你这一面了解，经过10几年的努力，书上会说想办法去做到无我。那无我就是自己没事了，自己没事了，那就别人有事就去帮别人。那我最想做的是帮助别人了解真相，啊，相对的真相和究竟的真相。但是很多人不同的年龄段，在自媒体面前，大家要求的不一样。你说你快乐吗？他说你给我500万，我肯定快乐。但是你同样的话，你跟那个有一些财富自由的人，我跟他们说，你财富自由了，你心灵没自由，你还会痛苦。他们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真的很痛苦啊。所以有一批人会聆听，希望财富已经自由了，以为自由了就特别美满了，但是他觉得心灵并没自由。所以这些人愿意聆听一些佛法的智慧，去了解。但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了解，所以每一个人群他渴望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我所谓的筑梦，就因为我没事儿，你年轻人喜欢武功，我就帮你告诉你要懂得感恩，懂得承担，懂得分享啊，你来做这个。你们喜欢那个，我就帮你那个；你们喜欢帮那个，因为我没事嘛，没事就是剩下帮人了。所以我看了一下你问的问题，说是不是帮人的时候越来越自己有梦想？就是因为我没梦想了，我没梦想了，所以我去帮别人完成梦想，大概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功夫电影大家也很喜欢。那功夫电影必须有传承，这个我们在世界上说，
能够有一个独特的片种，就是我们的功夫或者武侠电影。那么有人又愿意有这个梦想，要继续玩，我就去帮他们。大的巨星我也去帮，小孩子们也去帮，反正能帮，筑梦就帮别人，因为我没梦。谢谢，我们热烈掌声。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哦，能够成为别人的贵人，去祝福大家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哦。他谦虚了，可是其实他在成就很多人的梦想哦。就像这一次你儿来，他也陪着你儿来，一起来走一走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事哦。我记得李大哥一直告诉我们说，这宇宙最重要的2个事情哦，就是爱跟慈悲哦。对，因为现在我想请李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您对爱跟慈悲这2个定义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或在你生命当中，你的一些体悟？这个是我的老师们会教的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了第1个阶段的出离心之后，第2个阶段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。这是在修行的路上最重要的2个，像飞机的2个翅膀，啊，要缺一就不行，因为光有慈悲，做着做着可能就自己就变成要饭的了，被救助的对象了，以及可能做成烂好人了，因为没有智慧，对吧？你看我今天还在开玩笑，说最近我就因为有电影嘛，宣传嘛，人家就说，哎，你签名啊，我就忙，突然有人特别可怜的说，你帮我签个名，我等了好几天了，我就觉得挺可怜的，我就签了。第2天早上，同事告诉我，这个人签的那个已经摆在上面卖15000块。你看，就是举一反三的话，有时候慈悲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，就会不完美啊，在社会上不完美啊，所以我上师告诉你，做慈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出去的动作，起心动念，不问结果。被骗了也很好，总之我愿意就这么多，给予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完了，不要去问那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。那第1个阶段叫出离心，出离心就是我们知道生命中多数的时间是痛苦的、忧郁的、纠结的，少数的时间是快乐的，而且它随时在变，那才建立起出离心。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一直都很快乐的，一直都很美好的，对吧？我们在寻找那个东西。那真正的修行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也需要慈悲和智慧，因为慈悲和智慧是消灭自我中心最好的武器，对吧？你刚开始说我做不到啊，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对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修行上就开始说，那第1步愿吧，愿别人美好，愿别人好。就这个愿，你也不亏太多东西，对吧？啊，新年快乐，祝你健康。真的健康不健康我也不知道，真的快乐不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你和你。所以愿菩提心从那一步开始，完了以后你建立了越来越多信心以后，才要行菩提啊，行帮帮家里，帮帮父母，帮帮同事，哎，你会得到不同的感受。完了你帮帮邻居，帮帮一点一点累积，你会越来越做的，你会寻找你要找的那个快乐。那这个时候自我就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其实这个很重要，但是它仍然是工具。慈悲和智慧仍然是工具，它是通向空性和下一个阶段的必须的这个工具吧，就是你要去到那里的必须拥有的这个东西，那你才能去到后面，才能了解到后面。要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后面都彻底可以解决，但是彻底解决了以后又要回来，因为太多人还有问题，所以太多人你要去分享，你要去每个人都是，我上一次坐这儿好像也说过，每一个人都在内心里拥有的慈悲和智慧，以及最美好的佛陀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所以慈悲和智慧非常好，但是千万，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跟各位分享，它真的不是目的，
它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做到的是后面，通过这2个翅膀才能飞到后边去，啊，或者这2个发动机，或者这2条腿才能到后面找到真相。只有了解了真相之后，真正做到《心经》的那个简单2句话"人无我，法无我"之后，那你寻找的那一切都在那里。原来你会发现。谢谢我们的李大哥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。慈悲跟智慧，让我们也把我们的自我慢慢的放下来哦。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的中心很多都是在自我，我跟我跟我想要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他对我不好？也都是有一个我。有时候都说哦，他整天对我脸好臭哦，也都是一个我。有时候有人跟我说哦，他脸对我好臭，那个都不给我微笑，都脸很臭。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对他微笑了吗？所以人跟人之间是一面镜子哦。有时候提醒自己，你要先对别人微笑，别人才会对你微笑。我刚刚这样一讲，马上大哥就对我微笑了哦。我们是不是今天也请你跟左右邻居给个微笑？大哥好。其实人跟人之间哦，就是彼此祝福、彼此加油、彼此鼓励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今天哦，李大哥来台湾，然后把握住宝贵的时间，留了这个时间。其实他可以好好休息，好好继续去逛街，可是他留了这个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交流，然后很想把他的体悟也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这是我非常的珍惜哦。我想跟李大哥来谈一谈生死，因为当然之前你常常会被传有各种那个对网络上哦，但我觉得看到他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是最开心的哦。那面对生死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议题、课题，因为这是人生必经之路，生老病死哦。您如何看待生死？生死，从古至今有没有人不死只生？如果没有人不死，那死是正常的。死是正常的，我担心他干嘛呢？这第一我不用担心，大家都死，连秦始皇都死了，对吧？做了拥有天下的人，那些皇帝都死了，那正常啊。那大家说，那还是要长命好啊？那长命非常好，那我们就尽量的用科学的方法，对吧？该检查检查，该瞧病瞧病，这是我女儿整天说的。你要瞧病去，你要检查，完了就去保护她。保护什么？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延长死亡的这个时间。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，就大家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了，就是说这个未来5年、10年、15年，基本人类的疾病80%都可以 AI 可以制药来去除。完了，人的寿命可以去到150岁，也有人说未来可以去到300岁。我说你们都说少了。25年前我问过我的上司，他说84000岁。我说真的84000岁？那时候我已经探讨过这问题。那我今天跟很多科学家和学者，我也问同样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们特别想美好的那一面，是吧？我说您能告诉我，我生命延续到150岁是基础，是我今天60多岁的身体呢，还是30多岁的身体？如果30多岁的身体，那我还值得拼一拼，是吧？如果就今天这个身体，60多岁的身体，再活个100多年，别了吧？因为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天气一下雨，腰又痛，伤又痛，完了就拖着这儿再活150年，不是活受罪吗？除非珍惜这150年，我可以寻找到继续慈悲智慧达到彼岸，那我觉得还有点意思，珍惜这个道路，对吧？要不就真的说您再做150年的这个监狱啊，您继续这儿每天的挣扎150年，我觉得别了吧啊！我肯定不为这个换心脏，因为你说换人的心脏，这个还是想象力太小了。我整天说为什么不换一个华为心脏、小米肝儿，对吧？特斯拉的肾，换嘛！未来科技别笑，未来的科技30-50年一定会实现的。所以生老病死是自然的，能维护它只是延长时间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延长这个时间？如果还是在今天这样，为了多赚点钱给儿女啊，为了自己的名啊利啊，只是需要外在的这些东西的话，要想清楚，
因为我会想说，连姐你再拍200部电影，你再出席100次的慈济的研讨会，500次的那个庆典，啊，头都大了。这个东西要想清楚，所以我对于生老病死是非常自然的看待，非常看待，它很正常。所以呢，我还记得另外一位，就是圣严法师那时候跟我告诉我的话，就是说，生老病死是自然的，完了以后痛苦吗？痛非常痛，苦是心理。我现在很痛，经常痛，偶尔工作还要吃止痛药，但是我苦吗？我一点都不苦，就是哦哟，太好了，肯定我过去古代的时候行侠仗义，把人踹多了，所以我现在腿断了，那就现在还上呗，这个就还呗，这个就还呗。我痛归痛，我一点不苦，我面对它嘛。既然是一个正常的事情，为什么苦呢？因为你如果问到满大街的人，说有一个人他没病，他也不老，那我是学习的榜样。既然人类没有这件事儿，那关我有什么事儿呢？就面对吧，生老病死吧。所以我觉得修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如果心理健康快乐，身体延长，它的时空才有效，就才会平衡吧。如果光是身体不断的延长它的时空，而心里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，那我们所谓的人都说民主啊、自由啊、freedom， 真正的是内心的自在。如果内心的没有自在，你看什么都不自在，而且往外看什么都没问题，就是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内心。所以我学会了珍惜佛法，往里看，找自己的问题。如果我的自己问题越来越没有了，外面的世界都很美好，大家都很希望大家都很美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李大哥的分享哦。其实生命真的是无常哦，你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，所以就像李大哥告诉我们说，好好的去把握我们这个生命，去能够找到那个自在的人生，然后有意义的人生，不在于他的生命的长短，而是在于它的宽度哦。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等于是说，您可能看到了，我去年8月做了个手术，对吧？做了个手术，拿了一刀，完了扔出来。我把那个相片从进手术室到出来都分享了，那就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年龄段、不同的地域，对同样这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那别人说哦，你恐怕没电影拍了吧，所以你需要流量，你告诉别人你多悲惨。你看，就每个人都会说哦，你为了更出名，你为了这，你为了那，你为了吸引眼球，你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真的。我一个老师，一个上师，叫中萨仁波切，他就回了一个短信，我就觉得，当时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。他只说了一个说 ，So nice, you do everything turn to Dharma。其实我做这件事，只是想告诉所有的媒体或者所有的网络的朋友说，别人以为是一个叫什么功夫皇帝、功夫巨星的人。我也是一个人，也就100多斤，我也会病，我也要做手术，我也要面对，进去不知道能不能出来，出来就挺好，完了还要注意每年定期检查。我就是一个人，跟你没任何区别，别当那么回事儿，我也要面对这一切，就是无常，就是这样。只是我对待这件事的心态就是说 ，OK， 我分享给你，我去分享给大家，就我的目的就是说，我们人都是平等，都是面对生和死。人说人人不平等，真的平等，生和死是平等。呼吸是平等的，对吧？所以珍惜当下，后面的是什么？别白活这一生，掌握这个机会，在今天的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，找到相对的真相。如果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后面有一个究竟的真相，掌握那2个，你会活得很有意义，也不白浪费这个时代和这个资讯和这些今天的这个时空谢谢李大哥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。虽然他是国际巨星，可是他也是人，
他也是女儿的爸爸，也是大哥，也是人，每个人都会经历。可是他把握这样的生命，也来跟我们分享。他很想分享他所得到的法喜，所以今天呢，也特别把握这样的时间跟大家分享。其实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很珍惜你每一次来，然后跟大家这样互动，然后把你找到的生命价值的意义跟大家分享。那当然加上您很多众生缘嘛，就是大家都很喜爱你哦，所以您的分享让大家也很欢喜哦。你一直很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，就是小我、大我、无我。我们要如何做到这样的事情哦？是不是请您在这一部分多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我当时在思考小我的时候，就是说我已经考虑34岁，我就考虑过说，如果我认为有了名利权情我就快乐了，那我就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。我可以坚持拍戏，我可以坚持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体。但是追到70岁、80岁的时候，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？因为名是没有够的，在亚洲有名，在欧洲有名，全世界有名，最好后边还有后浪来啊！你还要踩着后浪继续有名，踩着新一代继续有名。那到了那个名给你带来多少快乐？财富、名利、权情，到底你什么时候够？而这个演艺事业的这个财富，你跟那个科技的、数码的、金融的那个财富比起来，根本不叫什么。所以，给我最安全感的那个名利权情垮掉了，那他不在，我才去寻找另外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我觉得要建立。还是我的老师经常讲的，别那么复杂，太复杂了。就是第一步建立出离心，你对今生满意嘛？如果你特别满意，那就继续。时间未到，机缘未到。如果你想了解它的真相，就人生难得，对吧？无常，痛苦，不管是现在快乐，将来会变成痛苦。我们年轻都很快乐，年老都有痛苦。照着镜子。不化妆不要出来，哎呀，就赶快，所以各种痛苦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呢，究竟涅槃，我们可以努力通过修行，可以改变这一切因果不虚等等。所以在前面这个东西建立起它的基础，认不认同？不认同，继续您的道路啊，注意健康，身体快乐，继续走。走到有一天你觉得认同的时候，你要好好思考这个。所以加行就是这一段，完了，再一步就是一定要建立这个，因为我是学藏传佛教比较多了，就是比如说五加行，五加行基本上就是慈悲心的升起，慈悲，因为慈悲越大，我就说很多的方法，慈悲越大，自我越小，慈悲越大，自我越小。当你最小的时候，就容易开始引领到了解空性。知识上去了解空性，一定要往前努力去真正体悟那个空性。那个边以后才解决前面所有我们这个地球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。但是解决的一开始，你只能停那儿1秒、2秒、3秒，习气马上就带回来，就很简单，对吧？如果我在那儿去了解这个的时候，突然没解进来。40年的朋友突然进来，我不理他，我还在那儿，就是我是不是不礼貌了？我是不是不这个？所以习气马上会被你带回来，就是他会在两边，在意识的这一边，在觉知的那一面来回跳。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佛教的这个大师们也都提过，是吧？那1秒钟的菩萨也好过不是菩萨，对吧？3秒钟的菩萨，5秒钟的菩萨。所以，当我们无私在街上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慈济很多人在那奉献，你不要小看，只要你没有想家，没有想到什么东西，你就很认真的，也没有想我是好事和坏事，我就在那做那一刹那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菩萨，那个就是那1秒的菩萨，就真真正正在那个刹那，就那个东西就一点累积，一点累积，一点累积，要非常努力。就那个精进是不能断的，执着，这个执着要有，这个执着对于究竟的执着、成佛的执着、脱离轮回的执着一定要有。所
这一点点加大，那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就会真正知道，就是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自在。就回到心经那个嘛，对吧？无眼耳鼻舌，对吧？无老死也无老死尽，你怕什么老呢？没有老死尽了，已经没有老死了。观音菩萨已经说了，对吧？所以那个东西，不是我们对我来讲，我就说不是要读心经 ，A 读 B。在我20年前就是说，我怎么努力成为心经？我站在心经的位置，怎么成为心经？我怎么确认？模仿就是观音菩萨一样去看五蕴皆空，看无生无死，那个觉醒的觉知在哪里？就是要感受那个东西，以及强化那个东西。这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对大家啊，但是说我觉得非常重要。一步一步一步，按着次第，只要努力。反正我们一时又死不了，今生一次来一次，累积累积，一定会有一次到的。所以我也在想，有时候别气馁啊，一定要坚守这个东西呢。就等于是说，哎呀，我又不是六祖，我又不是顿悟啊，我又不是，我是见悟，我不知道问三大阿含劫怎么问，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觉得。这个世界没有，我个人的感受啊，不代表真理真相，没有顿悟这件事儿，因为没有人追究六祖之前的1000世修了多少次，只是修到六祖这一世，他要实现那个菩萨，大字不识都能成佛。那今天在座的人，在座的兄弟姐妹，不知道已经累积了多少世的修行。才有机会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去分享佛陀的智慧。所以，也许这已经过完三大阿含劫了呢。也许我们今天做的就是最后一劫呢。那我们为什么不今生就证悟呢？为什么今生不成佛不证悟呢？不要用这个做起点去说哦，三大阿含劫很远呢，那个很漫长啊。没有啊，刹那。好像有经典这么说啊，刹那凡夫，刹那成佛，就是我们取决于那个，所以坚守坚持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坚信，因为佛也说了，您心中跟他那个佛性是不增不减，没有大小，一模一样的，他只是找到了升起他的佛性。我们还没有完全找到如何把它升起。谢谢，谢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谢谢您的这么珍贵的分享哦。他用他的生命哦，一步一步，然后找到他的方向，告诉我们说，对啊，我们的人生哦，有时候追求啊，钱很多了啊，这样够吗？啊，名来了。好像永远一直不够，一直在追求。可是那是真的我们要的，这是人生我们追求的吗？李大哥告诉我们要找到真正的方向哦，能够得到真正心里面的自在哦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可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，很谢谢彼此都有善知识，善知识，谢谢善知识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。非常粗浅，善知识的分享。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跟方向，然后当然像今天也有法师在现场哦，对，也来聆听，然后也给我们大家鼓励哦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，我们的周遭有好多的善知识，彼此鼓励，往比较正向的方向去找到我们生命的方向哦。李大哥今天的分享很珍贵哦，但是他刚刚也特别讲说，哇，难得大家来，就像我们今天能够齐聚，真的都叫有缘哦。他等一下会留时间给大家 Q&A。所以要把握，因为没办法很多人，可是可以把握哦，问 Q&A 哦。可是，在要请大家问 Q&A 以前哦，我想要请李大哥哦，本来是想请他说要不要跟大家讲一句话或几句话，可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谢谢美丽的女儿来到这边哦，我很想请您身为一个父亲哦，你有什么话哦想要对女儿说，我们也都想听啊。对，今天女儿在这边没有，我其实非常的感恩啊。你刚才说，如果我自己这20多年，将近明年就30年了，
这个修行的路上有用的话，那您拿去，一定要知道，那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的上师，他们给予的智慧，不是我，是通过我的嘴在说而已，是他们教育我的。如果您觉得没用，这他说的胡说八道，那都是李连杰，那李连杰领悟错了，胡说八道的。那我感谢我的一个家人们啊，我太太一直也是修行啊。网络上也说，你看李连杰病了，他太太都不出，他在镜头背后呢，怎么出现呢？对吧？所以很好玩啊！我谢谢大家的关怀和关心。那我也特别感谢女儿啊。那她其实我经常身边的人都知道，我这个女儿也学佛教，从小7岁我关怀的不够，我在做慈善。那有一个忧郁的心理问题，那一直有挺多的年的困扰。后来经过各种的努力，现在寻找了方向，现在又喜欢上佛法，又在寻求佛法。那他是我一个身边最好的老师，因为所有人，我身边的人从小到大都是护着我，像梅姐啊、小平姐什么，很多人都护着我，迁就我。只有我女儿是一个最好的老师，就提醒我，把我最后的自我中心，特别是我慢，就自以为我练武术比你们好啊，我自以为我演电影也不错，我自以为佛法我也还行，因为我很多老师牛嘛，所以那个最后的我慢都是为女儿一点一点，每天敲，每天撕，非常的感恩，真的非常感恩女儿，一路成为一个同学，一起相伴在生命中。那本来我刚才看到您的那个题目，早上我也思考了一下，说用一句话真的很难解，人类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。同样我说了一句话，可能是不同的年龄段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完全不同。最有佛教基础的，特别是这个师兄啊师姐们，那么多年的经验，他理解的完全不一样，可能普通网络的也不一样，所以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什么。那我刚才就说，那我不如跟女儿分享这句话，就是说，被压力的那个是谁，在哪个部位，把它找出来，问题就可以对付它了。只要找得到那个主体，就能对付它，就等于我们找到病根，我们就可以治病嘛，对吧？找到它在哪里，我被训练了10几年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找，不见得对每个人有用。生气的是谁？忧郁的是谁？困境的是谁？烦恼的是谁？静一静，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可能对我有帮助，我不知道，我希望对你有帮助。真好，给他热烈的掌声。